这么晚了还要去码头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当天的工作安排有到码头核实到港船只这一项，所以当天我是必须要完成的。哎呦，真够辛苦的。当天你是怎么去的？开公司的车。那天晚上跟你一块儿去那人叫什么来着？温婉的车检查完了，说是去完码头之后的第2天就去洗了车，而且连内饰都清洁过。温婉一定有问题。稍后我把信息同步给钟检察官。卡贝尔蒂，我开。啊，乖。喝点水。今天辛苦你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回来了晚了。警察让你问些什么呀？就是问那天我是不是一个人去的码头。公安局那帮人上午过来查车了，就是你那天开走的那辆。他们还在怀疑我吗？我觉得不是吧，因为就是一些很常规的问话。是吗？嗯。你出去吧。我们已经找温婉问过他了，虽然我们查到了他案发第2天的可疑行为，但这些都无法构成有效证据。走，雷伟。袁浩，这个是你要的照片。行，来的正好。这儿就是东师傅汉海域。您见过这个人？我们调过监控，没见过。案发当天，正好是赵东成公司的船只靠岸后卸货离开。这个人您见过吗？
虽然赵东成排除了杀人嫌疑，可无论是作案地点还是涉案车辆，都跟赵东成和东韩海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里面的疑点非常大。我们分析过，嫌疑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动手，很有可能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赵东成身上。好，谢谢啊。他们都没有见过大马。大晚上的干嘛呀？关于指纹，明儿再说吧。哎，我请你喝咖啡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个咖啡杯上啊有我的指纹，如果你想提取指纹的话，你得用什么办法呀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紫光灯照，或者说点熏法也可以。那点熏法的原理是什么？这指纹是由皮脂和汗液构成的，点针器与汗液形成吸附作用，然后溶于油脂，从而就会出现棕黄色的线纹。哦，原来你今天是想说这个呀？嗯。哎，你过来一下，看我今天查到什么了。这个赵东成是东韩集团的太子爷，他自己很有想法，专门开了家垃圾填埋的新型环保公司。本来呢，他在外界的评价一直都挺好的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人在网上说他的公司有问题，只不过呀，他合作的律师所真的很牛，帮他压了很多事。你知道他跟谁合作吗？宋白玉。你想一想，在大马的死亡现场也发现了古平案的证物，即使赵东成没有杀大马，但是现场有他的指纹，宋白宇轻易就可以拿到他的指纹。这个宋白宇和古平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只不过现在我们找不到证据。现在我们能做的，是确定现场的指纹不是赵东成留下来的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关于凶器上的指纹，我和袁浩有一些新的想法。一刀，你也是指纹方面的专家，你看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一起给老钟汇报。没问题，来吧。之前在检测报告上说，在紫外光的照射下，这刀柄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。但是我们用点熏法对证物进行检测，在同样的位置并没有发现指纹。再把证物放入印3筒指纹熏显箱，同样的，我们并没有得到指纹。我明白了，这2种方法都没有提取到指纹，也就是说这个指纹里没有油脂和蛋白质组织。你们认为这个指纹是伪造的？对，因为指纹是伪造的，所以这指纹膜的材料，不管是硅胶还是乳胶，都不可能像人体皮肤一样留下真正的汗液、油脂和蛋白质。只有油脂和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才能与碘和印3筒发生反应，所以这个假指纹造的并不高明。对，所以我们最后对这个刀柄做了无机盐的测试，通过计算机的分析可以看出来，其实这刀柄上留下的指纹就是无机盐和灰尘构成的。这也就是说明这个嫌疑人是戴着硅胶手套，然后蘸了生理盐水，握住了刀柄，用这样的方式故意留下的指纹。而且这个硅胶手套上应该是保留了大量的水分，融合尘土之后，刀柄上的指纹会更加明显，用紫外光灯照很容易提取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再分辨这个指纹的真伪。我同意你们的结论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个嫌疑人懂得用生理盐水来伪造指纹，就证明他大概率知道指纹的构成的物质，不简单啊。但是他并没有添加油脂和蛋白质，
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它无法合成真实的海绵。所以说，人体是最精密的仪器，就算再高超的伪造技术，也永远无法代替真相。只要你是假的，就一定会露出破绽。这个宋白宇啊，绝对有问题。现在你明明已经怀疑他了，为什么不上报？现在还差一个关键点。初中数学你学过吧？有话直说。好，你看啊，一条直线上有无数个点，2条直线相交，才会有一个交点。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证据都只是直线，而且完全是平行线。所以说，拿现在的这些证据，说明宋白宇有嫌疑，都是不成立的。我觉得不太行。如果说拿到赵东成的指纹，并且进行伪造是一条直线的话，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另外一条直线，一条和其他直线有相交点的直线，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条直线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只有这么多，有点难。你能直接给我个明示吗？完美犯罪。你的意思是，针对杀害大马、伪造指纹的犯罪嫌疑人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是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跟他有一样的怀疑啊。那你说说吧。好，我怀疑宏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宋白宇和赵东成有合作，具有拿到赵东成指纹的可能性。宋白宇，王大治的辩护律师。对，就是他。他和秦修文有商业来往，而且这个宋白宇跟古平案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有关联，就这一点就很值得被怀疑。你们说的这些叫有罪推定，是不是认识赵东成的人都有提取他指纹的可能性啊？第二，宋白宇虽然本身有一些巧合，但是凭你们说的这些，他不能构成为证据。老周啊，其实还有一点，就是现场发现那些猪肉。我跟宋白宇之前是研究生同学，一起学的法律。他那时候跟我说，如果想要在野外杀人，完全可以利用野生动物破坏现场痕迹。他说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完美犯罪。你是认为现场的手法跟你这个同学说的方法高度类似，所以你怀疑他？对。能够得到赵东成的指纹，而且又知道这种反侦查手法的，我刚好认识他呀。当然，这都只是推测，一切还需要证据去证明。但是老周，有的时候巧合就是一点。有道理，是该查一下这个宋白宇。对，涂队。哦，好啊，这是重大发现呐。好嘞，辛苦啊！哎，公安在进一步勘查车辆时，在副驾驶发现了一些毛发和一些极其小的纺织品纤维，样本都属于秦修文。
现在正式锁定秦修文为第一犯罪嫌疑人。你们现在去协助公安调查。虽然说你们的怀疑也有道理，可是咱们处理案件还是要跟着证据走。好。怎么了？上午见你还好好的，这么快又有烦心事儿了？李元豪又惹你了吧？你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正郁闷着呢。哎，你说这个宋白宇明明这么多疑点，可每一次查到关键节点，都能被他全身而退。山峰大哥的怀疑不会出错的，没证据怕什么呀？推理大师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说正事儿。现在证据又指向秦修文，我之前的推理都被推翻了。案子有推进，这是好事儿啊。我知道，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挫败感。你有这种挫败感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？你还有工作要忙吧？赶紧走吧。要我看呢，这其实不是推理失败的挫败感，更像是因为某个特别厉害的人经过对比产生的挫败感。我怎么可能？你别瞎说啊！我只是信心受损，需要疗养。怎么了？不想当检察官了？你说我适合当检察官吗？自我怀疑可不是山峰大哥的性格呀。就觉得自己以前挺自以为是的，其实还差得远。看到自己的不足呢，就证明你在进步，这是好事儿。可是你的优秀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而且林兰，你的自信也是你优秀的一部分。还是我们一刀最好。哎，这次除了找到秦修文的毛发，我们还复原了乙处被清理过的血迹，就是这个。这枚掌印虽然残缺不全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位置还原大马死前的身体姿态。被害人当时在这个位置，由站立姿态遭到强力冲击，失去平衡，倒在地上，留下了这枚掌印。从掌印的轮廓来看，大马在死前的搏斗中十分被动，双方的实力悬殊过大。这条线索目前还是孤立的，只有找到它与其他线索之间的关联，才会有进一步的发现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想从已有的证据中下手，可货车的脚垫之前已经分析过了，毛发和纤维样本确实属于秦修文。这个法国犯罪学家邓布罗卡说过，物理性证据不会出差错，他不会做伪证，也不会完全消失，只会对其寻找、理解、学习的人为错误，才会减损它的价值。所以啊，这大马生前见过谁，去过哪儿，只有这个车能告诉我。可他已经告诉过我们了。如果秦修文真的在失踪前上过那辆车，他留下来的不可能仅仅只是毛发或者是衣物纤维。你来看看。有发现啊？是海藻生物。这种暗红色的藻类属于红藻门，绝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海里。你是吃百科书长大的吗？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这是常识。出血了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秦修文留下来的呀？不管是谁留下来的，这证据都表明他去过海边。
么样啊？差不多了。抓紧啊！还有好几个地方要去呢。好，师姐，我看你们列出来了10几处区域，为什么都是在海边？那就要林远浩老师来告诉你了。是这样，我们放大了大马车内脚垫上的海藻物质，在这里面发现了灰色的颗粒，还有褐色的颗粒，基本可以确定，来自建筑工地的水泥粉尘，还有这些海边的沙岩。这些沙土应该是属于本市沿海，也就是说，大马在跟秦修文见面前后，极有可能到过其中一处沿海区域。只要我们能锁定那个区域，就一定能找到秦修文的线索。所以我们应该缩小范围，寻找同时拥有海岸和工地的区域。聪明。走吧，去下一个地方啊。你干嘛呢？我就在想啊，他这么年轻力壮的，秦修文打得过他吗？哎，你过来趟。行了，别比划了，下班了。明天问问江妮，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。哦。翡翠冰，他们还好吗？他们好着呢。我做了一些牌子，方便日后的养护。你放心好了。这亲儿子也不见你关心，就关心你这些植物啊。你最近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公司这边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过些日子吧。行吧，你先忙吧。你挂吧。它才有可能形成现在它的创口。可你这样使不上劲儿啊，它不符合人体的构造。哎，好玩是吗？老庄，以大马身上伤口来看，这个凶器得是从斜上方刺入的，所以这个嫌疑人的身高必须得在1.85米以上，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倾斜角。根据这个实验结果来说，这个秦修文不是嫌疑人。哎，有这种可能啊，就是两个人搏斗，由于角度特殊造成的。很难，以秦修文的身体素质，他根本就打不过大马。如果他们俩真打起来了，大马一拳就把他干倒了。而且以现在凶器刺入的角度，这个秦修文他不可能以这种姿态来杀死大马。秦修文身高1.75米，死者的身高跟我差不多。宋白宇多高？189。你多高啊？86。哦，来吧，你比划一下。
好吗？人心是复杂的，我当然希望不是他，但是我不会以个人感情去判断，我只想还原真相。如果结果就是宋白宇，你会难过吗？哎，在门口就闻到咖啡味儿了。肯尼亚，对，上次给你不要，非得自己买，何必呢？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得自己去得，它才舒服吧。你呀，就是倔。来尝尝。是那个味道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可能只是喝咖啡啊。就是想跟你聊聊完美犯罪。怎么突然聊这个呀？我记得我们上学时候讨论过，这是个虚拟命题，根本不存在。是吗？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做过了，你还觉得它是虚拟命题吗？我就是个律师，我又不犯罪，我怎么知道呀？老宋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完美犯罪只是一时的，罪犯制造证据，而我们发现证据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赢的。法律才是唯一的赢家。但是法律从来不会保护违背它或者试图利用它的人呐。你今天感受倒是挺多呀。没有，就是工作中突如其来的想法罢了。可是你从来不跟我聊你工作中的事情。我在跟你说呀，你懂了吗？我不懂。行了，这累了一天，不跟你说这费脑子的事情。不过啊，有2个字我倒是挺喜欢的，我喜欢完美。咖啡我喝了啊。一如既往的完美。我还得回到公司。以后啊，不要老是讨论这种严肃话题的时候再找我。我祝你们成功啊！
所有人，周围都查一遍，仔细一点。同一性报告出来了，我们搜集了6号样本海岸，沙土的成分和地毯上的一致。好，把报告交给老钟，咱们收工。小崔，你带着大家伙去那边。小别，过来，看一下。没错，就是这双鞋。李队，有发现！报告来了。谢谢。这个是秦秀文的指甲。对，公安法医已经出过鉴定报告了。公安在你们确定的海洋断边发现了秦秀文的痕迹，在一个工地的建筑工程师那里找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拍到了秦秀文被大马推入海中的瞬间。秦秀文消失了太长时间了，以悬崖的高度，还有海水的深度，她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。公安根据潮汐计算了秦秀文的尸体可能会漂浮到的地方，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。好，辛苦了。这报告我们会一一审核的。好的，那你们先忙。谢谢。秦秀文死了。是，但是现在还不能下这么绝对的判断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冷静，这样才能洞穿假象，明白吗？所以，证据链的完整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在一个犯罪现场，犯罪嫌疑人的足迹、生物组织等等证据都被野生动物、天气或者人类活动破坏了，如果野生动物、天气或者人类活动都是被设计和控制的，追寻者追寻答案的过程也是被控制的，那这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。如果证据不足以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，那就无法进行裁决。只要可以利用证据或者破坏证据导致证据链不完整，那就无法进行诉讼。而此时，追寻者追寻答案的好奇心会使他进入预设的跑道当中。他在跑道上看到的每一个风景，都是被设计的，这就是完美犯罪。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本来就不可能。你说的这些只存在于理论，实际中根本完成不了。人只要活动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你就算智商再高，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。消除痕迹就会留下消除痕迹本身的痕迹，那破坏痕迹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追求证据的人不会永远被诱导。像你说的这个完美犯罪，或者说是试图操纵他人的犯罪行为，根本就是幻想，那是虚拟命题，不存在的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很精彩，感谢两位同学的辩论啊。同学们，以证据链的还原为主题，每人一篇论文，下周交啊。来，下课。我们看吧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说不定哪天啊就会出现一个完美犯罪的案例。那味道可真香，是吧？嗯，给我喝一口。哎，你可不能喝啊！我就喝一口。你呀，还是喝这个吧。嗯。那万一不是我想喝的，是他想喝怎么办？他呀，应该更想喝奶吧？
小宝贝，对不起哈，先喝点牛奶，这大牌的奶啊，过几个再喝。你说啥？万一他能听懂怎么办呀？谁呀？远浩，进。太冷了。我下班顺路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送本书，这不是你一直想看的吗？可以啊，铁树开花。哟，新豆子啊！啊，我给你倒一杯。我记得你之前喝咖啡从来不加奶啊。人都是会变的嘛。是吗？我可没变过啊。你今天来，应该不是只是送书吧？你觉得呢？那有没有在我家发现什么破绽啊？痕迹专家林老师。看来是我打扰你和你女朋友二人世界了。不应该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先起来好吗？别解释了。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生活。我的孩子需要一个正常的父亲，我需要一个正常的丈夫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先起来好吗？你别跑。你放心，我一个人，我可以把孩子好好的养大。我起码会教他做一个正常人。我早就受够了。妈，这么晚了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？我要出国了，不回来了。律所不要了，这么多年打拼的事业也不要了。我想让你跟我一起走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。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想过正常的生活。如果你想好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跟孩子也只是想要一个正常的你。
我也需要一个孩子。我已经在换护照了，等拿到新护照，我有办法离开。新闻办副主任跟我说多少次了，我呀想来想去，就得是技术处，你接待一下呗。我们这技术部门有什么可聊的？工作这么简单，不像你们一线的同志们冲锋陷阵，有这么多事迹可说。您就别谦虚了，谁不知道你手下卧虎藏龙啊？精英可都在你手里啊！哎，你别看人家罗记者年轻，笔杆子硬，文章写得好啊！哎，罗记者，你可得给我们好好写写，这都是司法背后的真正英雄，了不起啊！您放心吧，这是我们报社交给我的任务，我肯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就这么地，人交给你了，我手里有大活，先忙着啊！哎，谢谢钟检察官。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去取个报告啊。哎，老周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哥哥，这丫头把我这弄得鸡飞狗跳的，怎么干活啊？但是你说这就是院里重点宣传工作，不能不配合吧？我手里都是急活，我这……叶处长，这也不行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我可以先在这儿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吧？我带你走走啊！哎，好。秦秀文死了。这是我们技术处的痕检组，啊，到这边来，先不要拍啊，验出一会儿有机会。哎，你好，一会儿有机会拍。那个远浩、林兰，你们来一下。院长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市报记者罗江海同志。你们好，叫我小罗就行。罗记者呢，带着一个专访任务来，啊，要给我们技术处做一个专访。我想呢，就从你们痕检组开始。我呢手里还有工作，就不陪你们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哎，那我先进去参观一下。啊，好，请。还是坚守个人呢？不好意思，罗记者，我还有重要事没有完成。你先采访别人吧。林先生，哎，罗记者，要不我也有工作，你先采访别人吧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找我有事儿。老钟，嗯，我们能不能申请跟公安一起去找秦秀文的尸体？不能。
主要我比较了解秦秀文，又懂痕迹学，说不定可以帮到他们。公安有公安的流程啊，咱们只能干咱们该干的事儿。他马上就快收队了，我就去看一眼。林兰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这叫违规，听懂了吗？知道了。该干嘛干嘛去。胡闹！喂，怎么着？你也想申请一起去现场啊？不是，我刚才看见林兰直接出去了，我知道她去哪儿了。你赶紧把她给我带回来。行。哎呀，喂，李队，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需要支援。我对秦秀文比较了解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。如果有什么的话，我会立马向你汇报。其实我们搜寻的差不多了，虽然知道了一只鞋，但是基本判的是属于秦秀文的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李队，嘿，袁浩，你也来了。我已经打过招呼，今天不需要支援，我就怕你们白跑一趟。是，我知道，老钟跟我说了，我带他回去。你们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我说。回去吧。教室收队。好。收队。辛苦了。所有人收队。公安已经收队了，回去吧。以秦秀文消失的时间，还有潮汐的状况，他如果没有死的话，很有可能被村民给救了。我要再去看一看。你想到的，涂队已经查过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更了解秦秀文，所以很有可能你冷静一点。你知道你最近犯了多少错吗？作为一个司法鉴定人，把自己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，太不专业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是应该冷静，应该客观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这10几年来，每一天晚上都在做同一个噩梦，就是亲眼看到我爸的尸体在我面前，而现实中，伤害他的人，是从小看着我长大、我最信任的叔叔。所以秦秀文他不能死，我要找到他，找到真相。你这样不可能找到真相，你只会让你自己越陷越深，你明白吗？冲动和不理智，只会让你失去找到真相的机会。你自己想想吧。槟榔树下好风凉，蓝蓝相思昨晚窗，宝宝睡在王床里，像条大鱼白胖胖。兰兰，最近工作顺利吗？我听袁浩说你最近工作表现特别好，
那我可就真放心了。工作上要遇到什么难处，别太为难自己啊。有事儿就跟姑姑说。姑姑，我一切都好，放心吧。姑姑太了解你了，一头扎进你爸爸的事情里，10几年都出不来。哎，我就是怕你啊，跟自己过不去。放心吧，姑姑，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去做。你看，王大治、洪娟、秦修文、大马、赵东成，这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——宋白宇。现在公安就需要一个证据，证明宋白宇杀了大马，这样真相就呼之欲出了。在这个空间之内会有无数个点，你只看到了宋白宇这一个点，但是真相是，只有无数个点才能组成这一个面。现在我们看似离真相很近，其实还差得远呢。你不会是对宋白宇还有侥幸心理吧？我没有啊。那你肯定是有什么想法，说说吧。为什么觉得不是宋白宇？我只是觉得伪造指纹很蠢，很容易被人发现破绽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干这么蠢的事儿。OK， 就算是他，他为什么要伪造指纹？难道说是他跟这个赵东成有什么私仇？还有，也许他是想吸引公安的目光，争取时间干什么别的事情。现在秦修文才是关键，只要能找到他的尸体，一定会有新的发现。这个硅胶样本是你上次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吧？现在秦修文的线索中断了，在找到他的尸体之前，我们要找到新的突破点。可是上次检测脚垫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这个碎片在野外时间太长了，现在上面只有被害人的血迹，没有其他的生物信息。我是想着，如果分析成分找到来源，或许能看到购买记录。也好，调整侦查方向，转变推理角度，现在也只能试一试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来你们检察院这么多回，没喝过你们的咖啡，带我尝尝。走吧，我朋友，跟进。行。好，可以了。谢谢。
行，到哪都是偶像派。坐。就给我喝速溶啊！有速溶喝就不错了。手法挺专业啊。来尝尝。怎么样？刷过水。要不说你做历史赚钱呢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来，给你看看我新做的玩意儿。不错，你每次做的锁都不一样，这点确实比我强多了。拆开试试。别在你同事面前丢人啊！我非得做一个你拆不开的。你呀，回去再研究研究，但可别做错了，错了就合不上。这话里有话呀，什么意思？就这意思呀。但是鲁班锁就没有错的时候。有一项原则就是，将错就错，总能合上。行了，走吧。回去再研究研究。不送的话，慢走不送。我真是搞不明白，一块木头，在你眼里就这么有意思？你可不要小瞧这块木头啊！这五行之中，木月取之，当它到了木工手中，虽然改变了生命形态，依然能够弯曲、平直、百态千姿。我就是想改变命运。我听不懂。我很担心，我觉得警察在查你。没事儿，他们现在查的是赵东辰。我刚刚联系了出入境服务大厅，宋白宇这2天都没有催用过护照的事儿。师傅，您说不让他发现了什么吧？你呀，把宋白宇的个人信息交给交通部门。你好，我之前护照到期了，大概10天前我办理了一个护照更换业务，我想查一下我的新护照有没有出来。请问是宋白宇先生吗？对。抱歉，您的业务暂时还在处理中，请您再稍等几天。我之前办理的时候说7个工作日，现在已经过去快10天了，为什么还没办好？十分抱歉，一旦办好，我们马上联系您。能帮我备注一下加急吗？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对温婉进行了调查，他和赵东成之间就是单纯的雇佣关系，没有任何纠葛。社会关系呢？社会关系还需要一定时间。秦秋文，你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几天前，在他们家。宋律师啊，这段时间就不要离开韩江了，也许用不了几天，
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我呀，想对温婉进行测谎，这样，你给老钟打个招呼，就说我需要他的技术支援。好，你跟他说。得嘞。啊。有个事儿麻烦你一下，我最快的海外护照多少钱？好，我把资料发给你。你说宋白宇今天来找你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可我怎么觉得他今天有点挑衅的意味？是吗？你有没有注意到宋白宇今天的神情？没有。为什么你跟宋白宇见完面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？有吗？你看，两个字蹦。我建议你啊，控制一下自己情绪，小心越陷越深呀，林老师。和中文药们组成的物质比例都不一样。下一组。好。你看这个，药方案相似度非常高，应该就是这家的硅胶了。我去给老钟汇报一下。好。嗯。新消息啊，跟大家沟通一下，这个检材组成材料品牌已经查着了，是美国进口的。公安排查确定，韩江市有2家特效化妆专卖店有售，咱辛苦点，全力配合公安工作，好吧？还是先从这2家店铺的销售记录开始查吧。得嘞，放心吧，老钟。可不，多做事。部队那边可能一会儿会送来一些检材视频，靠你了。放心吧，你们管了。杨波，哎，公安对温婉的证词还是有些疑问，希望咱们提供技术支持。我考虑了一下，如果温婉同意的话，给他上个测谎，委托书我一会儿给你。行，你先对他进行一下评估，好吧？得嘞。院主，你怎么还没回家呢？过来看看。听说最近这段时间，你们这工作很不错，那个屠队那边也是赞不绝口。这回算是让我真的省心了啊！我就那样吧，都是林远浩的功劳。哎，跟你说点正事儿哈，你这个辞职报告也撤销了，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？还想不想做检察官了？这当检察官是我一直的理想。不过燕初，你觉得我能行吗？当检察官的确是件大事儿，是需要好好考虑考虑。你如果想不清楚啊，你可以找林远浩去聊聊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这林远浩以前当过检察官，而且你们又都是年轻人，我想他能给你一些好的建议。哎，看到你今天这样，真为你感到欣慰啊。我想，你爸爸也会为现在的你感到骄傲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你这儿也别拉得太晚啊。好。再见。拜拜。
哎，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！刚刚我出门碰到燕楚，他说土队对你啊赞不绝口。嗯，你这个人怎么受到表扬都不笑一下的呀？你是不是从小听表扬听多了，都害怕别人表扬你啊？你现在啊，不评价我了，该踩我了是吧？那个，你晚上什么安排啊？有事求我。没有啊。哎，我就是自己想吃烧烤了，想问你要不要一起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把别人都想这么功利啊？同事之间不就是应该互相帮助、互相鼓励的吗？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我自己去吃就是。好啊。啊？你不是说吃烧烤吗？你请客啊。其实我在单位的时候就想问你，你怎么能随时都保持这么冷静客观？我就不行，经常被外界力量给影响。哎，我现在就在质疑，我适不适合当个检察官？你觉得作为一个检察官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追求司法正义和司法公正。又不是考试，我又没问你标准答案。我觉得呀，是对真相的渴求。只有最热切的执着，才能迸发出勇气和坚韧。你呢，倒是挺热衷于追求真相的，只不过这个方法有点儿……只有不断的去追求真相，这司法公正和司法正义才能得到实现。你已经具备了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不然我也不会劝你姑姑让你留下来。哇，真的还挺佩服你的。我姑脾气这么倔，你居然也能劝得动她。家族传统。但是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迷茫了。吃太饱，人太闲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……我倒是挺欣慰的，你都开始审视自我了。这个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呀？演出也说。哎，不过呀，我老是觉得吧，我经常想帮忙，但又帮不上，感觉帮得都到吗？行了，别想了。明天早上跑步，不见不散。睡吧。谁怕谁呀？怎么了？跑不动了？怎么可能？就我当检察官这事儿，这一晚上还没想通啊？就你昨天晚上的话对我有启示。我要是想追求真相，就要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跑。才300卡，继续。就你能装。是这样，公安通过我们连夜提取的购买者记录进行了全市摸排，大部分的购买者已经找着了，但是有一件没找到，因为购买者用的是跑腿 APP 下的单，收货地址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小旅馆，旅馆内部跟附近没有监控。公安也找到了送货员，送货员说了，买家让他把货放门口他就走了，所以没看到人。这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只要我们知道注册 ID 的信息，我们是可以查得到的。注册 ID 用的是经脉号。钟主任，哎，刚给温婉做完评估，怎么样？有一个意外情况，温婉不能被测谎，她怀孕了。怀孕了？你怀孕的这个情况之前没有说明，我们也没有在你的病历里找到相关记录。因为我去的是私立医院。孩子的父亲是谁啊？他们如果安排你测谎，你一定不要拒绝，避免他们对你进一步怀疑。
等到合适的时候，你跟他们说你怀孕了，就说3个月前在酒吧喝多了，有过一次一夜情，对方信息完全不知道，直到最近才知道有了孩子。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。是我之前一夜情的对象，人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。怎么不敢接电话了？你他妈敢雇人杀我！你疯了吗？是不是？我现在就马上告诉老板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。老板接电话了。你觉得我是怎么联系到你的？老秦。